大家好啊，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实用的一个技能。我们在群里呢，曾经用这个方法多次准确的预测股价的波动范围。比如英伟达财报前，我们用这个方法判断出财报后股价最低是116，最高是143。那财报后夜盘最低是下杀到了115，基本和预测的一致。那苹果财报前呢，我们也预测涨跌最大不会超过10块钱。那 Snow 财报前一周，我们预测振幅最高可能要达到10%等等。那有很多次的一个成功案例。那很多朋友呢也在问这个范围是如何计算出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我这里呢目前有3种方法，因为做视频啊确实有点繁琐，所以今天啊我们仅分享其中的一个。在开始前啊，还烦请大家先动动手，点点赞、关注、转发。那如果这期影片点赞数量能超过200，我会在影片的置顶评论区里面为大家分享另一个计算公式，或者干脆再做一期影片为大家分享其他的方法。今天讲的这个公式啊是比较麻烦的了，那另外的2种呢相对要简便一些。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题。因为这个频道呢向来是以实用主义为主，所以呢我们就不去深究复杂难懂的数学和统计学的内容，只是告诉大家简单的原理，以及让大家知道如何使用就好了。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个概念，隐含波动率。在前面的视频我们也简单的讲过，对于期权其他知识不了解的小伙伴，欢迎去播放列表里面系统的去学习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新手，那么更有必要去复习一下以前的影片，不然今天的内容很多可能都不太好理解。隐含波动率的定义啊，就是某只股票在未来1年中，在一个标准差下，股价可能的运动范围。隐含波动率高，那么波动的范围就大；隐含波动率低，那么波动的范围就小。所以我们会看到财报前隐含波动率都很高，因为财报后股价往往都会有较大的一个振幅。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简单的了解一下标准差。统计学中，标准差是一组数值自平均值分散开来的程度的一种测算观念。对于期权交易者来说，标准差不仅可以用来量化股票涨跌的可能范围，它还能告诉我们，虽然单日的涨跌看起来是非常随机，但当我们积累足够多的交易日的数据后，这些数据就可以逐渐的组成一个正态分布的曲线。注意啊，这里是一个正态分布的一个曲线。那什么是正态分布呢？我们先来玩个游戏，这是一个正态分布的游戏。钢珠源源不断的从上方落下，途中呢会被各种障碍阻挡，但是最终落下的位置会呈现出正态分布的规律。最终我们会发现，有一半以上的钢珠会落在中间的3个格子里，那至少有90%以上的钢珠会落在中间的5个格子里，那几乎所有的钢珠都会落在中间的7个格子里。我们看一下，好像仅有一个没有落在这个其中。那我们把这个格子里的钢珠最顶端连线，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正态分布的曲线。那刚刚我们说过，在股票市场中有大量交易日股价的数据后，也会组成一个正态分布的曲线。所以基于这些，我们假设股价未来的波动范围也会像以前一样呈现正态分布的规律。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标准差去预测股价的运动范围。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一个标准差的概率是多少。那我们换一张专业一点的图片来给大家介绍哈。那我们看这张图啊，中间深蓝色的位置，也就是一个标准差。我们看一下概率是34.1%加上34.1%，一共是68.2%。那回到游戏中呢，就是说钢珠落在中间3个格子里的概率是68.2%。那深蓝色的加上浅蓝色的，也就是游戏里面钢珠落在中间5个格子里的概率是2个标准差。那概率是多少呢？我们加一下，是95.4%。那以此类推，3个标准差就是99.6%，也就是几乎所有的钢珠都会落在中间的7个格子里。前面我们假设了未来股价的波动是符合正态分布的，那我们根据隐含波动率的定义，我们可以预测一个标准差下股价可能运动的范围。
一个标准差的概率是68.2%，也就是我们有68.2%的概率能准确地推测出股价的波动范围。68.2%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是绝对不是100%，所以呢，我们也只能大致的推算出这个范围。小概率事件呢，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刚刚的游戏里面有个钢珠，真的就是落在了最左侧的一个格子里，那这就是发生了小概率的事件。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这个波动范围的计算方法。首先呢，我们要掌握几个数值，一个是隐含波动率，一个是做预测当天的收盘价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预测多长时间的股票的波动范围。那我们先说一个简单的哈，比如说我们要知道1年后英伟达的股价的波动范围，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英伟达今天的隐含波动率，那数据是54.4%。那今天2024年8月29号的收盘价格是117块5毛9，那要测算的时间是1年。那这里说一下啊，隐含波动率反映的就是1年内一个标准差的波动范围。那由此呢，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未来1年内英伟达有68.2%的概率股票价格的波动区间是上下54.4%。那我们算一下哈。今天收盘价是117块5毛9，那乘以54.4%等于63块9毛6。那我们直接就算是64吧，会方便计算一点。也就是说，1年后股价上下的波动范围是64块钱，价格区间就是最高117块5毛9加上64等于181块5毛9。那最低呢，就是117块5毛9减去64，也就是53块5毛9。有朋友可能要说了，老王啊，你这不是废话吗？这么大的范围我还用你算呢？这数据可以说是一点参考意义都没有。确实哈，放在年度上这范围确实太大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研究一下月度和周度以及每天的波动范围。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计算公式，就是股票的价格乘以隐含波动率，然后再除以开根号，根号下是分别是一年包含的月数，或者是一年包含的周数，或者是一年包含的天数。那这样呢，我们就能算出来1个月后，或者是1周后，或者是1天后的一个波动范围了。我们分别来演示一下哈。比如说，我们要知道1个月后，或者1周后，或者1天后英伟达的价格波动幅度。那么我们把这几个参数带入到公式里面。有朋友可能不知道去哪儿找这个隐含波动率哈，在影片的后面呢，我会教大家。我们继续举例子，比如说1个月后，那我们现在的价格是117块5毛9乘以现在的隐含波动率54.4%，然后呢，我们除以一下根号下，一年有几个月？有12个月，那也就是把12开平方。那我们算一下结果是多少？算下来是18块5，也就是说1个月后有68.2%的概率，英伟达可能上涨18块5，也可能下跌18块5。那范围呢，就是用股价减去18块5，那也就是最低是99块09分，那最高呢可以达到136块09分，在这个区间波动。那我们再算一下下一周的波动率啊，股价117块5毛9乘以隐含波动率54.4%，然后呢除以根号下，一年有多少周？一般来说啊，我们一年是按照52周来算，也有选择50周的，那我们就写成52吧。那我们算一下结果是多少？那52呢，开平方出来是7块2毛1，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公式最终就是117块5毛9乘以54.4%，然后再除以7.21。那大家可以自行算一下啊，我算下来是等于8块8毛7。也就是说，一周后英伟达有68.2%的概率可能上涨8块8毛7，也可能下跌8块8毛7。那放到股价上，一周后英伟达的一个股价的波动范围就是117块5毛9减去8块8毛7，是108.72到126.46，在这个区间波动。最后呢，我们再算一下一天后的波动范围。那股价是117块5毛9没变，然后乘以隐含波动率54.4%，然后除以根号下一年有多少天。
这个具体选择多少天啊，我们就是不太一致啊。那自然日我们是有365天，如果是按照工作日或者是这个交易日，大概可能是250天或者是252天。那这个呢，我看用多少的都有，所以呢，这个具体用哪个数据，大家自己看着方便吧。我认为啊，用工作日可能会更精准一些。那今天呢，我们就拿250来举例，那算一下结果是多少？我算出来呢是4.04。那明天8月30号收盘后的一个波动范围大概是最高可以是117.5毛9加上4块钱，是121.6毛3。那最低呢是117.5毛9减去4块钱，是113.5。那有朋友可能又要说了，老王啊，你这都是在推测未来的数据，谁会天天盯着你这个推测的准不准啊？不太具有说服性。这公式要是真行，你能不能验证一下以前的数据，这样才能让大家信服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拿几个过去的数据来验证一下。我们拿过去1年的，然后和过去1个月的，以及1周的，还有1天的数据来为大家做一下这个准确性的一个验证。我先拿一个大家最熟悉的啊，1周前的这个英伟达。1周前，我们预测英伟达财报后的波动范围是116到143。那我们拿1周前的隐含波动率测算一下，是不是这个结果哈？1周前8月23号，英伟达的收盘价格是129.3毛7，当天的隐含波动率呢是73.22%。因为是财报前嘛，所以说隐含波动率都会提高，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算一下1周后的波动范围，我们就应该用股价129.3毛7乘以呢隐含波动率73.22%，然后除以根号下一年有多少周，52周，那也就是根号下52开平方。结果呢，大家算一下，我算下来呢是13.13。那么财报后大概率最低是129.3毛7减去13.13，那也就是到116.2毛3。那最高可以到多少呢？可以到129.3毛7加上13.13，那也就是142.5。那我们说143，其实没有差很多啊。那我们回头看一下，英伟达财报后呢，在夜盘的时候最低价格刚好打到了115附近，和我们预测的基本一致。接下来我们再找一个1年的数据试一下，我们用苹果这只股票吧。我们可以看到1年前8月30号，苹果的隐含波动率是21.43%，那1年前的股价呢是186.7。那由此呢，我们就能很容易的推测出1年后的今天大概率的股价的范围，应该是最低应该是186.7减去186.7乘以21.43%，那就等于186.7减去40块钱，等于146.6。那最高是多少呢？最高就是186.7再加上40块钱，等于226.7。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苹果的股价是231块钱。那这么大的幅度的预测啊，我们的结果仅仅差了4块钱。看到这里的朋友应该服气了吧？开个玩笑哈。下面呢，我们再找一只1个月前的预测数据和今天做对比。1个月前，也就是7月30号，我们拿谷歌来说，7月30号谷歌的隐含波动率是28.88%，那股价呢是171.8毛6。那代入我们的公式，也就是171.8毛6乘以28.88%，然后除以呢一年有多少个月，也就是12个月开平方，结果是14.32。那么最低是171.8毛6减去14.3毛2，等于157.5。那最高是多少呢？最高是171.8毛6加上14.3毛2，那等于186.1。那今天的股价呢是163.4。那这个价格呢是在最高和最低的一个区间内，基本上也是准确的啊。那1周的数值我们用英伟达测算过了啊。最后我们拿1天后的波动范围来做一个回测。我们拿亚马逊这只股票啊，我们拿28号的数据来测试29号的走势。28号的隐含波动率呢是30.24%。股价呢28号是170.8。那我们代入我们的公式啊，
170.8块乘以30.24%，然后再除以250的开平方，那结果就是3.26块。那最低值呢就是170.8块减去3.26块等于167.5块。最高值呢就是加上3.26块是174。那我们看亚马逊29号收盘价格是172.1毛2，也完全在这个区间内啊。以上的种种回测足以证明这个公式的可靠性。看到这里啊，大家还没有点赞的，还请大家点赞、订阅、转发、评论，给做更多的视频来点动力，谢谢大家。那到这里啊，我们的第一个方法基本上就算是讲完了。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公式，基本上就可以预测未来任何时间段内的股票的波动范围。那说到这里呢，很多小伙伴可能不太知道如何去查找每天的隐含波动率。那我们呢，还是拿几个主要的一个香港主流的港美股券商来给大家看一下如何查看。老虎证券、富途牛牛或者是富途木木，打开期权页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期权分析，然后点开后呢，找到波动率分析，就能看到你要的一个数据了。那如果你用的是华盛通，可以打开期权页面，然后直接点击波动率，即可以看到每日的隐含波动率。那这几家券商呢，如果还没有开户的啊，可以用我的邀请码开户，开户入金成功，除了能拿到丰厚的新手奖励以外，还可以免费邀请大家进入我的付费聊天大群，每天和华尔街大师一起探讨投资思路。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做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见。